家里有这5类花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省下大笔买药钱。家庭养花的作用不仅仅可以装饰家里，陶冶情操，还有你意想不到的5大功效，比如安眠助眠，比如吸收甲醛，比如清热解毒，比如驱除害虫。而最后一种是所有人都受益其中，但自己都没发现的最大的好处。今天花花就给你一一介绍一下。功效1：释放氧气，助眠安眠。1、芦荟。芦荟是公认的美容花卉，而且是护发和治疗皮肤疾病的天然药物。不仅能够美白保湿，而且具有愈合伤口、杀菌消炎的作用。芦荟胶对夏季的蚊虫叮咬以及晒伤等还有一定的止痒作用，家里养几盆，美观又实用。至于用法，可以剪下芦荟的叶片，去掉两端的齿状，直接涂抹在皮肤上就可以了。非常神奇的是，芦荟具有令人放松、精神愉快的功效。放上一盆在卧室，可以帮助入睡困难的人快速进入梦乡，让你熟睡一整晚。因为它夜间吸收室内的2氧化碳，放盆它等于安装了一个迷你生物空气清新器。至于芦荟的养护方法，可以说它就是懒人植物。盆土选择通气排水性好的土壤，平时多给它晒太阳，感觉盆土干燥了就浇点水，不用花太多的心思，几个月就会长爆盆。2、长寿花。长寿花是多肉的一种，但却是多肉里面不常见的赏花的植物。长寿花的优点的很多。第一，它花期比较长，尤其在冬天开花比较少的时候，还能看到长寿花的满盆花开，非常难得。长寿花开花繁茂华丽，色彩丰富，而近些年来杂交的品种越来越多，色彩也越来越斑斓。不但如此，长寿花寓意长寿和幸福，所以很多老年朋友都很喜欢。最令人惊喜的是，长寿花是少见的在夜间也能释放氧气的花卉，这样的特点会让睡眠变得更加香甜。关于长寿花的养护，因为是多肉的一种，所以根系多以毛细根居多，一定不能天天浇水，可以参考见干见湿、宁干勿湿的原则。而想要长寿花枝繁叶茂，开花越来越多的话，花开之后一定要勤修剪。功效2：清热解毒，消暑去火。1、栀子花。栀子花有清新的花香，洁白的花瓣，非常招人喜爱，并且栀子花对2氧化硫有抗性，让家里空气清新舒适。并且它还有一个绝大多数花卉没有的优点，那就是栀子花可以食用，比如凉拌栀子花、栀子花煎蛋、栀子花炒小竹笋、栀子花茶等等。并且栀子花还有清肺泻火、清热凉血的药用功效。而关于栀子花的养护，它喜欢偏酸性的土壤，所以之前分享的酸性肥料都可以给它使用。而养栀子花最多遇到的问题是黄叶的问题。黄叶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浇水太少，第二个就是光照太强，叶片受到暴晒引起的，第三个原因就是温度太低。因为温度不够的话，不但会黄叶，也会影响生长，同时也会导致掉花苞、花苞黄边等等发生。2、茉莉花。茉莉花洁白高雅，香气宜人，还有清热去火、养颜美容的作用。特别是茉莉花开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采摘一些备用。比如夏秋2季，炎热干燥，容易上火，我们就可以泡一杯茉莉花茶，可以有效缓解上火的问题。而现在很多商家也发现了这个商机，所以市面上也有很多茉莉香片茶，可见药用价值是得到证实的。茉莉的养护其实也比较简单，首先要记住它喜阳不喜阴，然后疏松的土壤是养好它的另一个基本条件。浇水时观察叶片，叶片变软向下耷拉的时候就是应该浇水了，但浇水一定要大水浇透。夏季是茉莉花生长旺季，所以经常会突然长出一个高高的细细的枝条，这种情况可以是适当修剪长度。3、薄荷。薄荷自带清香，可以让人缓解紧张的情绪，不仅能散热、利咽喉，还能食用。食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比如夏天可以来一杯薄荷冰饮，清热消暑，满口清新。而平时也可以用薄荷来炒牛肉、煎鸡蛋等等，都能让菜肴更加美味。除了食用外，还有一些妙用，比如夏天被蚊虫叮咬后，可以用涂抹被叮咬的位置，能有效止痒消肿。养护薄荷的话，需要充足的光照，然后要保持土壤湿润。
我们可以常常用手摸一摸土壤的湿度，如果手感和洗衣机甩干完衣服的湿度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浇水了。如果你掌握不好手感，可以看叶片，叶片变软蔫就可以浇水了。而薄荷想要越养越多的话，一定要常常修剪，想剪的时候就去剪2下，这样才会憋出来越来越多的枝条和叶片。功效3：驱除蚊虫。1. 驱蚊草。夏季蚊虫肆虐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叮咬得全身是包，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，是蚊虫特别喜欢的目标。被蚊虫叮咬不但会携带各种细菌，还有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。这个时候家里就应该养一盆驱赶蚊虫的植物，绿色环保，而且不会影响家里的空气。花花建议可以考虑驱蚊草。驱蚊草顾名思义，可以驱赶蚊子，因为驱蚊草里含有香毛醛物质，这种物质就是驱蚊的成分。关于驱蚊草的养护，保证光照充足，通风良好，不产生积水，就能把它养得很好。但驱蚊草的味道，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，这个就看各位花友自己决定要不要养护了。2. 碰碰香。碰碰香在前2年风靡日本，可以说是一盆难求。因为日本人发现了它的一种特点，这个特点可厉害了，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。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碰碰香可以驱除蟑螂。花花就非常讨厌蟑螂，听到这个特点的一瞬间，花花马上就入手了几盆。之前花花介绍过这个特点，但有的粉丝说非常有效，有的粉丝说没有效果。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蟑螂的品种不一样的关系？就算没有驱除蟑螂的这个优点，碰碰香也建议大家养上一盆，因为用手碰过它后会留下类似苹果的香味，这一点也挺难得的。碰碰香除此之外，可以泡水喝，能缓解感冒与胃胀，还可以煎鸡蛋取其清新的味道，同时晒干后还可以制作成枕头或者靠垫等使用。功效4：吸收甲醛，有害气体。1. 龟背竹。龟背竹近几年是园艺圈的明星产品，它的叶片宽大，所以能吸附甲醛、苯、TVOC 等有害气体。据调查数据表明，一颗龟背竹对甲醛的吸附量与10克椰维碳的效果是一样的。虽然不比绿萝吊兰常见，但也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去甲醛植物。不单单如此，家里龟背竹养得好，放在客厅里，整个家里的氛围也会不一样，毕竟它本身就看着大气高贵，而且有格调。比如新装修的房子里面，可以在养护绿萝以及吊兰的同时，再放几盆龟背竹，吸收甲醛的效果会更佳。龟背竹喜欢湿润的、散射光的环境，所以不能放在阳台上晒太阳。尤其夏季养护时，要多喷水到叶片上，这样能保证叶片常绿油亮。2. 鸭脚木。如果家里有吸烟的人群，那么就一定要养一盆鸭脚木。鸭脚木又叫鹅掌柴，它的叶片很神奇，可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收尼古丁和其他有害物质，并通过光合作用转换为植物自有的物质。一盆鸭脚木除了吸收空气中的尼古丁等，同时它还能每小时吸收9毫克的甲醛。不但如此，鸭脚木从观赏性来说也是数1数2的，因为是木质的植物，所以无论是盆栽还是剪枝插屏，都会提升整个家居的段位，就是那种又低调又大气的感觉。近些年鸭脚木的风头一点也不比龟背竹差。鸭脚木的养护要注意，它是喜光植物，光照充足或者散光环境下都会生长得不错，相对来说比较耐旱。养护的时候花盆需要高深一点，做插瓶的话瓶身也尽量要高一些，免得头重脚轻，花瓶翻倒。功效5：治愈心灵。养花就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，会不断磨练人的意志，激发人们对生活的兴趣。看到花草顽强生长的样子，会让人感受到勃勃的生机。就拿养多肉来说，只要有时间，就会跑过去看看肉肉的状态，看到多肉的红尖尖会欣喜，看到冒出的新芽会兴奋，看到长出花剑更是会忍不住拍照。这些心理上的满足与治愈是花钱买不来的，也是我们在现在焦虑的社会里面需要自愈自己所必须的。不仅如此，自从养了多肉，就培养了自己发现美的眼睛，每天的重心都是在寻找变化与美景，感觉家里的矛盾都少了很多。所以说，养花是一个治愈身心的过程，开心多一分，
疾病少1分，所以我们也会在花草的陪伴下越来越健康，一直陪伴着它们变成老庄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家庭养护与健康的关系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